这是佘太君代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圣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吧。谢圣上。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代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他父亲穆羽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当然是魏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消危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十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老太君，奶奶、婶娘、桂英啊，奶奶，快，上座。哎，好好好，婶娘，快坐。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啊？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哎呦，看来是老天助我呀！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啊！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奶奶，嗯，我小的时候，我师傅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儿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儿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言之有理。嗯。穆桂英乃北汉名将穆羽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庆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本帅不这么认为。王庆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3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3个人联起来对付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众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要不，儿再上本启奏？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可是，名不正子言不顺呐。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这样下去，预辽前景不妙啊！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娘，你快说。啊？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谢圣上。佘太君
拜见穆元帅。啊！别！您这样，孙喜我担待不起。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我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请穆元帅。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是穆元帅，穆元帅。穆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3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集。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儿媳知晓了。报！杨将军，王建军派副将前来问候。是那个姓潘的吧？正是。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好，那就让他前厅等候。是。来，奶奶。来，走。杨元帅，佘太君。啊，将军请坐。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唉，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3关？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好，回去跟王监军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末将一定把话带到。告辞。好。马都尉，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啊，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穆元帅是有些本事。的确名不虚传。可他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怀有身孕？可不是嘛。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时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呀。知道。哎，这是点牛肉干，聊补你无米之炊呀，简直是雪中送炭呐。谁让咱俩是老乡呢？谢谢将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点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恩师，那您说怎么办？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遵命。等等，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轻描淡写，酒后茶余。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拜托了，潘大人。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仙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什么？你说什么？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圣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谢圣上。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这还没有颁旨呢，他穆桂英就是10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传旨，派专人查清楚。奴才遵命。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八千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你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也别闹了啊！哎，你先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思考什么呢？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是吧？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弄着孩，我不，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我不！哎呀！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哎，来，坐下。哎呀，你干嘛？我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哎，好了，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哎呀，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你没事吧你？那个扶你起来吧。我自己能起来。来，你真没事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哎，我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都走归快点儿！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怎么？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王庆龙给本帅来信说，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
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元帅，这是为何？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那元帅的意思是？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佘太君，坐下说。哦，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听口令，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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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懒洋洋，练也白练。停！歇会儿吧。休息。歇会儿。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于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对，二位请坐。拜见元帅。拜见元帅。二位将军有何事？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在。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孙袭遵命。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这是极好的征兆。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
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关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来，多吃点啊！都说圣上委拜穆桂英为帅，谁说不是呢？哎呦，是啊，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对呀，哎，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是啊，哎呀，我看谁？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怎么了？气死我了！谁惹着你了？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我去了。臣受命前来。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1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桂英，
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是。快！这玉印明显大不同。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陈明利害，催圣上早做决断。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唉。海风啊，在！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去！遵命，叫！撤！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佘太君，快宣！遵命。宣佘太君觐见。佘太君，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看座。谢圣上。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呐。圣上圣明，杨延昭3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啊，好。圣上，老身4天4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小瞧？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
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预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老太君，局势尽管10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为何不妥？刚才2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她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她？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3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手脚？什么手脚？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蒙汗药？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锋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
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羽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遵命。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是啊，这是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6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呐？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
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萧元帅，王监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潘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监军。潘冲明白。你告诉王监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潘冲一定转达。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我潘冲此生足矣。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谢萧元帅。元帅，留步，后会有期。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待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
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韩世，魔将在，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宋军胆小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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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哈比赤，木匠在。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好，木匠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呐。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3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来，痛痛快快的玩吧！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元帅，我们也去。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紧，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遵命。好。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木果，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有点悬。
好好学着点吧。好。再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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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士们，本元帅要好好犒劳犒劳你们。果子做，李子酸，壮士摔跤累半天，送个西瓜尝尝鲜，送个西瓜尝尝鲜。能上可是穆元帅吗？怎么了，萧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西瓜不甜呐？穆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与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儿，躲远点儿，躲远点儿，别走啊！回来！哎，别走啊！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对，攻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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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桂英啊，哎，穆元帅，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坐，爹坐。好。爹，身体可好些？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桂英啊，哎，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攻城。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新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穆元帅，呀，你看怎么办呢？这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是。走了，爹。走。穆桂英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2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田伯父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3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监军，汴梁密见。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8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唉，来，快，往边上放啊！快点，那边，快点，快！杨将军，哎，慢点，快点！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杨将军，注意安全啊！杨将军，好。小姐，请您回帐。好，我这忙着呢。现在就回去，快走吧。快，小心！来这边。桂英，啊不，回来啦。穆元帅，干嘛这么巧呀？都叫生分了。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干嘛呀你？来，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叫你做你就做，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饭。来，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2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你干嘛呀你？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饭了，我自己吃。圣上，现在三关10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若不任他为帅，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波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
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10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哎，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6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3关之上呢。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任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皇伯，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皇伯还得多劝。皇伯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皇伯，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皇伯，我哥在前线可好？啊，菲儿的表现